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星舰，以及星舰如何去火星这个话题。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努力下，星舰第5次试飞已经多次延期了。但愿这次试飞能够顺利开展并取得成功。因为在马斯克的计划当中，星舰要在2年后的火星发射窗口期前往火星，错过窗口期就要再等2年。所以能否顺利试飞成功，直接影响到火星殖民的进程。此次视频我也是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如有错误，请大家批评指正。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友好的交流。视频制作不易，开始之前请大家多多点赞、订阅，谢谢大家。说到星舰这个名字，它的背后蕴藏着一个宏大的愿景，将人类送上火星，建立自给自足的火星殖民地。埃隆·马斯克在2002年成立了 SpaceX 这家私营航天公司，其使命就是通过降低太空运输成本，最终实现人类多星球居住的目标。马斯克坚信，通过在其他星球上建立人类居住地，可以保障人类文明的长期续存，而星舰计划正是这一愿景的核心。SpaceX 目前的主要业务涵盖4大板块，包括猎鹰系列运载火箭、龙飞船、星链计划以及星舰。除了星舰以外的3个项目已经成熟并且为公司盈利，这些项目都为星舰计划的推进奠定了坚实的技术积累和资金支持。比如星链计划就为星舰的测试提供了很好的网络支持。通过星链的网络，人类第一次看到了飞行器进入黑障区的实时画面，而这仅仅是 SpaceX 公司公开展示的其中一个技术细节。通过星链，发射团队可以更方便、更精准地获取火箭发射数据。SpaceX 公司成立以来，通过创新性的可回收技术，显著降低了火箭任务的发射成本。随着星舰试飞成功，未来的深空探索和火星殖民会逐步走出科学幻想，成为现实。星舰是 SpaceX 公司开发的下一代完全可重复使用的超重型运载火箭和太空飞船系统，可以承担人类前往月球、火星乃至更远深空目标的任务。星舰的主要结构包括超级重型助推器和星舰上级。超级重型助推器是星舰系统的第1级助推器，负责提供从地球表面进入近地轨道所需的大部分推力。它高约70米，配备了33台猛禽发动机，能够产生超过7500吨的恐怖推力。星舰上级是实际承载乘客和货物的部分，高约50米，配备了6台猛禽发动机，其中3台适用于大气层内，另外3台适用于真空环境。未来还会升级到9台发动机。星舰上级包括有效载荷舱、生活支持系统等，并且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需求进行改装，比如改装成加油舰或登月舱等。星舰计划的首选目标是火星。火星是太阳系中最接近地球的类地行星，具有一些基本的居住条件。火星的一天是24.6小时，和地球几乎一致。虽然火星环境严酷，但相比其他行星或卫星，火星的环境依然更接近于人类可以适应的条件。火星表面曾经富含液态水，由于磁场的消失导致液态水和大部分气体逃逸，但是研究表明，火星地下和两极仍存在大量的冰，这就提供了潜在的水源。这些水资源不仅可以提供人类饮用，还可以通过电解为殖民地提供氧气和燃料。火星的引力约为地球的38%，相对较弱但足够强大，可以帮助保持人类的骨骼和肌肉健康，避免长期处于微重力环境对人体的损害。尽管火星的大气非常稀薄，但它仍然提供了基本的辐射防护。与没有大气的月球相比，火星的环境更有可能支持长期的人类活动。这些因素使得火星成为星舰计划首选的殖民目标。探索火星首先要选择合适的发射窗口。由于地球和火星2颗行星在各自轨道上的位置不断变化，最佳发射窗口每隔约26个月出现一次。此时发射火箭航行距离最短，所需燃料和时间最少。这是根据德国物理学家瓦尔特·霍曼在1925年提出的霍曼转移轨道理论得出的。根据霍曼转移轨道理论，星舰需要将圆形绕地轨道加速至椭圆轨道，在椭圆轨道的尖点继续加速离开地球。
其运行轨迹沿着地球公转轨迹的切线飞出，最终被火星引力捕获，进入火星轨道。这样可以将旅行时间缩短至6到8个月。下面我们讲一下星舰前往火星的主要步骤。当一切准备就绪，等到时间窗口期，星舰就可以进入发射程序了。你将会看到一个巨大的超级重型助推器和星舰上级的组合体从发射台上点火升空。达到预定高度和速度后，超级重型助推器与星舰上级分离并返回地球，采用可控的降落方式重新降落到起落架上，而星舰上级继续加速至第一宇宙速度，进入地球近地轨道绕地飞行，等待下一步加入燃料和加速变轨的操作。为了将巨量货物以及乘客运往火星，星舰需要在地球轨道上进行燃料加注，以获得足够的能量加速至第二宇宙速度，脱离地球轨道。此时专门设计的加油版星舰从地球发射，携带大量燃料进入近地轨道，与等待中的星舰在轨道上进行对接，将燃料从加油星舰转移到主要星舰的储存罐中。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多次加油飞行，视任务需求而定。完成燃料转移后，加油星舰可以返回地球，准备下一次任务。酒足饭饱后的星舰蓄势待发，从地球轨道逐渐加速至地球逃逸速度，沿地球运行轨道的切线远离地球。星舰从地球到达火星大约需要6到8个月的时间。在漫长的航行过程中，星舰需要提供可靠的生命支持，保护乘客设备免受宇宙射线的伤害，同时保持与地球的通信以及精确的导航控制，确保按照预定轨道飞行。在接近火星时，星舰需要通过发动机反向点火，降低速度，使其被火星引力捕获，进入火星轨道绕火星飞行。根据着陆地点和任务的需求，星舰需要调整轨道参数，准备进入火星大气层。和在地球上一样，星舰利用火星稀薄的大气层进行空气制动，降低飞行速度，在接近地表时重新点燃发动机，从水平姿态转为垂直姿态，以缓慢的速度接触火星地表，实现安全着陆。着陆后，星舰可以开始部署科学设备、探测器、机器人，或者让乘客走出舱外，开始在火星表面的活动。如果任务目标是建立长期基地，星舰将携带必要的设备和物资，开始建造居住模块、能源系统等基础设施。最后，如果需要返航，星舰需要必要的基础设施，以实现原位资源利用，就是利用火星上的资源生产返回地球所需要的燃料。目前看来，星舰是最有可能成功的将人类送往火星并建立可持续的居住地的飞行器，因为它同时具备了超高的载货能力和极低的发射成本，这是很多航天机构都望尘莫及的。SpaceX 公司的恐怖发射效率使得未来太空旅行可能就像国际航班一样便捷。当然，星舰前往火星的过程中还涉及很多技术挑战，但是我相信通过不断的研发和测试， SpaceX 公司会一如既往地攻克难关，开启人类太空探索的新纪元。